你以为医疗股就是防守型的吗？我告诉你，你买医疗股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它会不会涨，而是你以为它很稳，结果它其实是用扩张来换未来。今天我们就用一张逻辑图把Sunmed Medical 这次的 IPO 讲清楚，而到底我们买的是什么，最关键的3条风险是什么，以及普通人应该如何去做决定。我们就先把事实摆上桌面吧，避免被情绪带着走。这次的发行价呢是1股1块4毛5马币，发行规模约19.7亿股，募资至少20.86亿，估值约167亿，而预计挂牌的日期呢就是2026年3月18日。另外，零售认购窗口已经在3月5日下午5点关闭了，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认购，是不是代表你错过了机会呢？其实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做2件事情。第一，判断上市后这是不是还是你要的标的呢？第二，判断首日波动是不是情绪价，因为今天你买医疗股，我们就不先问故事了，而是要问现金流。我们今天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3条线来理清一下。第一条线，钱从哪里来？医疗集团最核心的收入来自于门诊、住院、手术或者专科的服务。你要关心的是，它的增长是靠病人变多，靠单价变高，还是靠更复杂的病种结构呢？第二条线，钱滑到哪里去了？医疗不是互联网，扩张不是轻易说按个钮就能增长的，因为医院扩张要设备、人力、培训、折旧、运营成本，所以如果你只是看到收入增长而已，而没看到成本曲线，你反而就会被利润率反咬一口。第3条线，扩张靠什么呢？当你看到这次募资至少是28.6亿马币，我们要问的是这笔钱是用来扩张产能、提升服务结构，还是补一补现金流呢？因为这些都决定了它上市后第1年的财务观感会不会好看。讲医疗股一定要讲产能，医院不是奶茶店，它不能被无限复制它的旗舰医院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私立医院之一了。目前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6年1月，它就有1805张标准的床位。我们要把床位理解成工厂产线，因为床位决定了收入的上限，入住率和周转决定了收入的效率，专科和复杂度就决定了收入的单价。所以你不是在买医院的名气，而是你在买床位乘以效率乘以单价的乘法。现在我们就说一说最现实、最不讨喜，但是又是最关键的东西，那就是风险清单。第一风险，扩张速度太快，利润率被压。什么意思呢？扩张期最常见的剧情就是收入在涨，但折旧、人力、运营成本涨得更加快，所以我们会看到利润会阶段性的变薄，这会让很多以为医疗股很稳的人心态就崩塌了。第二个风险呢，就是现金流错配。医疗资本开支大，回收慢，所以财务报表可能会出现一种非常刺眼的画面，就是账面赚钱，但是现金流更吃紧。这不是公司变坏，而是行业特征。但往往短期内市场很容易用情绪来惩罚这类型的公司。第3个风险呢，就是首入价格不代表长期价值。因为 IPO 首日涨跌很多时候都是情绪价，而真正能决定我们能不能拿得住的是上市后财报能不能兑现，扩张有没有带来更好的病种结构，效率有没有得到改善，现金流有没有更健康。所以如果你在马来西亚看到这只股你要把它当成本地高端消费加长期结构趋势的组合，因为一边是中高端医疗需求，而一边是资本开支以及扩张周期，它不是稳赚不赔，也不是赌一把就翻倍，它更像是一种你要决定自己适合拿稳一个扩张型的资产，还是你只是想要短期波动呢？最后给大家一个最实用的3个动作吧。第一，把这个生意写成3行字：收入靠什么？成本卡在哪里？增长靠扩床还是提价，或者是结构升级？第二，给自己设置一个最坏的情况吧。如果上市后回撤，你是加仓、持有还是止损？先写好先，再来进场。第3，别用情绪来做决定，首日涨不代表好，首日跌也不代表坏。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核的财经科技分析，请务必点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我们就下期见吧。本视频也为教育与信息的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或者法律的建议。